摘到一只是表皮葡萄球菌，那后来发现，它来自于他阿嬷手上面的这些微生物，因为阿嬷已经过世了，那阿嬷把这个微生物就保留在它的产品里面，然后让后代子孙都说保持他们的健康。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保留了她的尿布，摘到了可以做优格的菌。未来她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菌拿来做成优格，分享给在座的宾客来吃，这是科学家的浪漫。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知识。我是 Yurenda 尤姐。那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国立中兴大学的这个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台湾乳酸菌协会的理事陈彦博博士，欢迎陈博士。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彦博。陈博士哦，他研究这个益生菌哦，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哦。我的研究主题是发酵乳。也就是市面上大家常看到的优格，那也包含一些传统的发酵乳，像是从欧洲过来的，像克福尔这一类的发酵乳。那发酵乳之所以它有一些健康上功能，就是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些益生菌。再请博士聊一下，就是这个益生菌呢，被人类开始使用还有发现的这个历史。益生菌这个词啊，最早应该是追溯到1900年代初期，在教科书上面有一位我们尊称益生菌之父，他是俄国的科学家，叫梅彻尼可夫。那他当初也是走访了一些高加索山的区域，就发现，那部分的人有服用发酵乳的习惯，他们的寿命都很长。后来他就发现发酵乳里面有一些好菌的存在，那是不是这些菌它有延年益寿的功能？所以他就赋予了这一类的好菌益生菌的这个词。最早在人类的历史上，像一些发酵制品就已经陪伴人类很久的时间，像是很多的发酵乳制品在世界各地都会有出现。那还有一些像发酵肉制品、发酵豆类、发酵蔬菜，在各国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上来讲，都是在他们的饮食上有很大的地位。这类的发酵制品，它收集了环境中的微生物，把好的细菌留下来，那坏的细菌可能就排除。那人类就会跟随这样发酵食品的文化，把好的细菌保留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之中，然后吃的时候让它有一个保健的一个功效。所以其实我们吃泡菜，它是一种发酵食品嘛，它里面也是有一些好菌。目前在不管台式泡菜，或者是像客家的福菜，韩国的 kimchi 的泡菜，都有翻译出蛮多的益生菌的种类。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哦，使用这个益生菌的历史。关于这个益生菌呢，最早的开始使用的这个历史，他们是怎么去吃这个益生菌？比较早的一个产品很有名，就是像养乐多公司，对它的代田菌，它在1930年代就把这个菌筛选出来，然后在日本的话，就代田忍博士去开发这个菌，然后做成产品，变成是现在目前可追溯最早的一支益生菌的产品。那博士，你在找这些对人体有帮助的这些益生菌的菌种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会找一些特殊的发酵产品来做筛菌的原料，像我们实验室就很喜欢拿所谓的发酵乳克菲尔来做筛菌的这个原料。克菲尔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保健功能的乳制品，所以从里面筛到一些益生菌是还蛮合理也蛮容易的。但后来我们就找一些特殊的来源，我们自己实验室有外籍生，他就从土耳其带来当地的发酵乳制品叫塔哈纳，然后是一种干燥乳制品，我们就试着从里面去筛一些特殊的益生菌，筛到一只是表皮葡萄球菌。那个时候有点confuse， 因为表皮葡萄球菌不是益生菌，那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污染到了我们操作上的皮肤的一些菌虫。那后来发现它需要用手工去揉冷它，那也追溯到说，这个产品的来源是我们学生的朋友的阿嬷做的，那所以那可能是来自于他阿嬷手上面的这些微生物，就保留在它的产品里面。因为阿嬷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们还蛮荣幸把这个菌保留下来，然后告诉那个同学说，这是你过世阿嬷拿到的菌。我自己有3个小孩，所以在我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保留了她的尿布。我都跟我老婆说这是科学家的浪漫，我就从她的粪便里面筛到了可以做优格的菌。未来她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菌拿来做成优格，然后分享给在座的宾客来吃。听起来这个研究益生菌好像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哦。是啊。克
克菲尔这个益生菌它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之处呢？克菲尔的话，早期属于一种传统的发酵乳制品，所以是属于在家庭手做的方式去做生产的。所以也造就了它的 diversity， 就是不同地区、不同的乳源、不同的制成、不同的环境微生物所造就的克菲尔的特性都不太一样。所以里面除了乳酸菌之外，还会有酵母菌。那酵母菌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些许的酒精，还有酒精性的一些风味。这些我们叫 symbiotic 共生型的菌落，它会组成一个叫 Kefir grain 克菲尔粒。它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胞外多糖体，把这些菌包在一起，像是要盖房子一样。一群人在这边聚集，我们要盖个房子把自己包起来。那包起来之后呢，他们就会形成所谓克菲尔粒。早时候的人就会把这些克菲尔粒去丢到乳品里面去，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完之后，再把克菲尔粒捞起来，再去做下一步的发酵。这样于此就生生不息，像轮回一样的方式再去做产制。那每一次生生不息的发酵过程里面，它产生出来的这个益生菌都是一样的吗？不一定。对，它里面会有所谓的核心的菌落，但是因为环境的不同，再来是早时候这种家庭手作的概念，它很难做环境上的控管，所以温度啊、湿度啊、其他杂菌的污染啊、操作的人的技术等等，都会让它产生一种动态性的这个变化。所以可能有些菌会进去新的，有些菌可能就在过程中死掉了。这也是在克菲尔这样的产品比较难去做商品化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它里面的菌相太复杂了。那每一种菌它的特性也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很多产品为什么我们会把克菲尔的菌去把它分离出来，你会比较清楚直接的去定这个益生菌它的特性是什么。像这样子的克菲尔的产品，通常都是一种意外。所以在某些族群，他也会说克菲尔它算是一种上天给予的礼物，因为目前在实验室也很难去重现这样克菲尔粒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在台湾呢，我们本土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克菲尔相关的研究？在台湾克菲尔的研究的话，始祖应该是台大退休老师李庆国老师，陆续从台湾收集到台湾本土的克菲尔，同时也从蒙古带回来蒙古的这个克菲尔的菌株，之后就开始做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学的分析、微生物菌相的分析。到大概2007、08年之后，陈明儒老师接续这个克菲尔的研究，调到几只还蛮有趣的菌种。那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支应该是 Lactobacillus calciferous M1 这一株，从蒙古族去筛选出来的。那后续在2010年前后，对这株菌做了这个免疫调节，然后用小鼠实验看了抗过敏、口菌、死菌的效果都是蛮好的。那目前也在看的是不是有一些减缓这些老化的一些效果。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礼物哦，它来自于这个大自然，就可以延续到我们的这个长寿。古时候啊，那个秦始皇他为了长生不老，他就派人出去到处找这些秘方嘛。所以我就想说，这个高加索区的人，他们竟然是找到了这个长寿的秘方。所以秦始皇当初走错方向了，他往东边走，他应该其实往西边走。对。那克菲尔益生菌外面又有一种叫克佛兰，那是不是请博士也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中间有什么不同？克菲尔的话，在英文叫 Kefir K-E-F-I-R， 所以在学术界我们就要常叫它克福尔，字面上就是克菲尔、开菲尔都有人在用。那克佛兰其实来自于一个字叫 Kefran， 就是 K-E-F-I-R-A-N， 那它讲的是克福尔的菌啊所产生的胞外多糖体，那就叫做克弗兰。那所以它跟克福尔的菌是不一样的，是它分泌出来的胞外多糖体所形成这种胶质的结构。那这个胞外多糖体对我们人体也有健康的这个帮助吗？根据一些国外跟台大一些研究，这胞外多糖体它对健康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那这个胞外多糖体这个克弗兰，我们要怎么样去摄取？天然形成的克福尔粒，它的外层就是克弗兰。那目前有些厂商会试着用商业性的方式去生产类似克弗兰这种胞外多糖体，这种保健原料素材是可以去购得的。那如果说像我们平常在补充这个益生菌哈，我们会不会好像以后我们就都会一直依赖益生菌？我觉得还是看需求。那像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来讲的话，像之前我就服用了益生菌去改善我睡眠障碍之后，我觉得 OK 了，我就会尝试把剂量减低，看看我的身体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之前的状况了，再决定我是不是要持续去做服用。那以益生菌来讲的话，个人我是觉得它是好菌，而且又是食品级的，所以多多补充我觉得也无妨，多多益善。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每天都补充，然后也可以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看需不需要再持续的使用。
今天非常感谢陈博士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而且很丰富的益生菌的尝试，相信大家呢现在对益生菌呢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了。非常的谢谢陈博士。喜欢我们的朋友呢，请记得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健康知识的，也请关注我们太阳星的官方 FB， 也请你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超健康频道。下次见，拜拜。